这5000块钱抚恤金是我爸在矿上拿命换来的血汗钱，那栋红川大瓦房也是我爸带着我一砖一瓦盖起来的，你们凭什么抢走？小畜生，怎么跟你爷爷说话呢？你爸既然死了，这钱就得归陆家宫中统一调配。你堂哥马上要去城里读大学，正是需要钱打点的时候，这钱用来供他光宗耀祖，有什么不对？就是，你爸不在了，那红砖房自然要收归族里。正好我家那破房子漏雨，老头子发货了，新房分给我家，这也叫物尽其用。陆远，你可别不知好歹。你们这是明火执仗的抢劫，把钱和钥匙还给我！反了，简直是反了天了！陆远，你不仅顶撞长辈，还要在祠堂动手。我看你们娘仨天生就是克亲的扫把星。你爸刚走，你们就把陆家搅得乌烟瘴气，留着你们迟早败光我们陆家的风水气运。爹，远儿还小，您不能这么绝情啊！我们孤儿寡母的，没钱没房，这么大的雪，你让我们怎么活啊？哼，怎么活那是你们的事。今天我就以族长的身份把你们一家从名册里划出去。从现在起，你们给我滚出陆家，滚到后山那个废弃的护林棚去自生自灭。谁要是敢接济他们，就是跟我陆满仓作对，赶出去！爷爷、大伯，你们会遭报应的！远儿，把这件破棉袄披上吧，妈不冷，妈扛得住。妈，你抱紧小宁，都怪我没用，护不住咱家的东西，让你们跟着我受这份罪。哥哥，水，我想喝水，我好热。远儿，这可怎么办啊？小宁在发高烧啊，得喝水啊！妈，你在屋里看着小宁，用干草把它盖严实了。棚子后面有口枯井，我去看看能不能淘弄点水出来，可绝不让小宁出事。小宁，坚持住，哥这就给你弄水。该死，动不了了！不，我不能死在这儿。妈还在棚子里等着我，小宁还在发高烧。要是我死在这儿，陆建金和陆建银那两个畜生绝对会把他们娘俩活活饿死，冻死在后山。这是什么东西？好热！这里是哪儿？我是在做梦吗？这里是哪儿？我是在做梦吗？难道这是奶奶留给我的仙家宝物？不管了，既然是奶奶留下的宝贝，总不能害我。这简直是神力！好一口灵泉！我不仅伤全好了，这浑身的力气，怕是连村里拉铃的大水牛都比不上我。陆建金、陆建银，你们这两个吸血的畜生，给老子等着！这么好的土，这么神奇的水，要是拿来种庄稼，会怎么样？希望能长出来吧，哪怕长得慢一点也行。这怎么可能？小宁还在饿发烧，顾不得这么多了。妈，小宁，我有水了！远儿，你可吓死妈了！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有，你怀里抱着的这是个啥东西？妈，这是西瓜，我在后山枯井底下的干草堆里发现的，足足有几十斤重。小宁不是烧得厉害吗？这瓜里全是甜水，快给小宁喂下去。这大半冬天的冰天雪地里哪来的西瓜，还长得这么大？远儿，你该不会是遇到山里的黄仙狐仙了吧？妈，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救小宁要紧。天哪，这味儿，这瓜闻着怎么让人浑身都有劲儿？妈，你先吃一块暖暖身子，我给小宁喂水。小宁，乖，喝水，喝了水病就好了。哥，甜，好甜呀！小宁，你醒了，你可吓死妈了！元儿，这到底是什么神仙果子？小宁刚才明明连气儿都快喘不匀了，怎么一喝这汁水，立刻就退烧了，连精神都变好了？妈，别多问了，老天爷长眼，我爸在天之灵保佑咱们呢。大伯和二叔想逼死咱们，强抢了抚恤金和新房，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后山的枯井里藏着咱们翻身的宝贝。妈，你快把这瓜吃了，待会儿咱们把剩下的藏好，在外面千万别漏了风声。元儿，我这几十年的老风湿腰疼，怎么一吃这瓜，感觉腰上热乎乎的，一点都不疼了。元儿，元儿在里面吗？开开门，我是你铁叔。铁叔，这么大的雪，你怎么上山了？快进来！元儿，快！这是30斤干玉米面，还有小半袋红薯干。下午陆建银在村里开大会，放了狠话，谁要是敢激进你们娘仨儿，就是跟整个陆家宗族作对。大叔没用，白天在村委没能保住你爸的抚恤丁，这粮食是我趁着大晚上绕了后山远路偷偷背上来的。你们紧着给小宁和弟妹熬口糊糊喝，先撑过这2天再说。铁叔，谢谢你，这恩情我陆远记一辈子。嗨，说啥混话呢？你爸陆天成当年在矿上不止一次救过我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可谁能想到，陆满仓那个老糊涂能偏心到这种地步？陆建金和陆建银那2个畜生拿了抚恤金，罢了红砖房，这是要把你们往死路上逼呀！元儿，听叔一句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活下去，以后叔再想个办法帮你把房地要回来。不对劲儿啊，元儿！我听陆建林那狗东西刚才在村口小卖部炫耀，说你下午顶撞他，被他用长凳砸断了腿，连动都动不了了。怎么你现在跟个没事人一样？而且小宁下午不是还烧得满脸发青，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吗？他现在这脸色怎么比村长家的小胖子还红润？还有，这屋里怎么这么暖和？怎么还有股奇奇怪怪的清甜异香？元儿，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好，是后山上的老野猪下山了。听这动静，怕是冲着咱们这儿来的。元儿，快把你妈和妹妹喊醒！那是后山上的老瞎子下山了。这畜生冬天找不到吃的，气性最暴，这破木棚子连风都挡不住，根本经不起他撞一下。铁叔，他是顺着咱们屋里的西瓜味来的。您退后，去炕边护着我妈和小宁。这畜生，交给我。你胡说什么胡话呢？那可是几百斤的野山猪，皮糙肉厚，连山里的老猎户拿土枪都不一定能一枪打死。你赤手空拳的上去，那不是送死吗？听叔的话，赶紧从后窗户爬出去逃命！来不及了。畜生，老子跟你拼了！铁叔，闪开！元儿，你给我停下！元儿，你这畜生，给我倒下！元儿，你真的一拳把这玩意儿给砸死了？你跟叔老实交代，你小子是不是天生闪力？以前怎么从没听你爸提起过？铁叔，说实话，我自己现在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刚才看着这畜生奔着我妈和小宁去了，我脑子里轰的一下啥也顾不上了，就觉得浑身发热，一股子使不完的劲儿直往头上冲。可
可能是我爸在天之灵愁着大伯二叔要把我们逼死，在暗中拉了我一把，把他的力气全借给我了吧？对，肯定是天成。天成在矿上就是出了名的力气大，老天爷开眼啊！陆满藏偏心，陆剑金狠毒，可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这是天成在天上保佑你们娘仨呢。好家伙，这得有400多斤沉吧？远儿，有了这头野猪，你们娘仨这个冬天不光有肉吃了，拿去县里卖给屠宰场，少说也能换回大几百块钱。这下有救了，真的有救了！老天保佑，天成保佑啊！铁叔，这大晚上的闹出这么大动静，村里人……天津哥，你慢点走，这雪太深了。不过我刚才真没听错，后山那动静绝对是野猪叫。那死鬼陆天成的绝门儿子，8成是被野猪给拱死了吧？哼，拱死了才好，省得老头子天天念叨着嫌心烦。不过，要是真有野猪下山，那肉可是后山的。后山是陆家的公产，那就是我陆家的东西，谁也别想独吞。陆远，死绝了没有？没死就给老子滚出来！后山的野猪是陆家的公产，你们家休想私吞一根毛！我说什么来着？这么大的动静，肯定是老瞎子下山了。陆远，你们娘仨没死吧？没死就吱一声。我的个亲娘哎！建金哥，你快看，这么大一头野山猪！好啊，我就说这后山风水好，原来是老天爷看我们陆家今年收成不好，特意给咱们宗族送肉来了。放你娘的狗屁！陆剑金，你还要不要脸？这野猪是远儿拿命拼死打下来的，刚才要不是远儿命大，他们娘仨现早就被猪拱成烂泥了。你大半夜跑上来不救人，现在倒有脸来抢肉！哼，铁山，你少在这多管闲事儿。你是村支书不假，但这是我们陆家内部的事儿。这后山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公产，既然是公产，那在这山上死的野猪，自然也是陆家的公体产。陆远，看在你们娘仨受了惊吓的份上，大伯也不为难你。这野猪马上叫人抬回祠堂，按房头分。你们家那份，大伯做主，多给你们留一副猪下炫。来子，赶紧回村多叫几个壮体力，带上绳子和扁担，马上把这野猪给我绑了抬下去。哎，好嘞，建金哥，我这就去。你敢动一下试试？陆远，你个小兔崽子想造反吗？连宗族长辈的话你都敢不听？远儿，别冲动，为了这种人犯法不值当。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陆远，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指头，老头子绝对不会放过你，全村人都不会放过你。是。大伯，你刚才说这野猪是谁的？抚恤金你们拿了，红砖房你们占了，那是爷爷偏心，你们仗着宗族压我，我认了。但是今天，谁要是敢碰这头野猪一根毛，敢抢我妈和我妹妹的救命粮，我就让他跟着门框，跟这头畜生一个下场。你要是不信，尽管叫人上来试试，看看是你们的脖子硬，还是我手里的刀硬。疯了！你个小畜生，疯了！你简直就是个六亲不认的土匪！姐姐哥，饶饶我呀！哼，好，痛快！元儿，你今天这股子狠劲儿，真有你爸当年的风范。对付陆剑金这种欺软怕硬的无赖，就得比他更横。远儿，你大伯那个人心胸狭窄，最记仇了。今天明天天爷一亮，他带着族里的青壮年上来强抢怎么办？咱们娘仨儿哪里挡得住他们那么多人啊？大伯虽然被一时的狠辣吓退，但他那种见钱眼开的人，绝对不可能善罢甘休。万一他们在推搡中发现灵泉西瓜的秘密，那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妈，你别怕。铁叔，我妈说的对，夜长梦多，这头野猪放在这里就是个定时炸弹，陆剑金绝对会在天亮前动手，所以咱们不能等明天了。铁叔，我想请您帮个大忙。元儿，你说要叔能帮得上的，绝不推辞。借您村委院子里的那辆地排板车一用，我要连夜把这头野猪还有剩下的东西装车，天一亮我就直接进城。在陆剑金带人上山之前，我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变成现钱，换成他们再也不敢随意揉捏我们的底气。元儿，慢点儿，沉不沉？要不叔跟你一起换着拉。铁叔，您放手吧，这点分量对我来说真不算啥。你小子这力气真是绝了！天成在天之灵保佑，咱们走这条偏僻还的盘山便道。陆剑金那帮还在被窝里做大噩梦，绝对想不咱们已经进城了。走，元儿，
叔常来县里开会，知道哪儿的位置好，跟叔来。铁叔，帮个忙，把这稻草掀了，咱们开张。好嘞。我的天爷呀，这是啥怪物？小伙子，你这野猪肉怎么卖啊？这大冬天的，肉质新鲜不？叔，正宗后山刚打下来的野猪王，绝对纯天然，没喂过一粒饲料。今儿开张，家常肉2块5一斤，排骨3块，要哪块我先给你割。行，给我称5斤五花肉，多带点肥的，回家熬油炸吃。小伙子，别光顾着卖肉啊！你这大西瓜怎么卖？这玩意儿是真的假的？别是塑料做的工艺品吧？大娘，看您说的，哪能作假呀？这是我家祖传秘方种出来的灵泉鲜瓜，大冬天下火清热戒毒，对老年人的腰退疼和咳嗽最管用。天哪，这味儿光是闻一下，我这老鼻炎都通气了。这绝对是鲜果！小伙子，这瓜怎么卖？我要买一块。灵泉西瓜不灵卖，5块钱一斤。想要尝鲜的，这边排队。5块就5块，给我切5一斤。要是真能治好我孙子的咳嗽，老太婆天天给我割3斤野猪排骨，再要2斤西瓜，我要半个西瓜。让开，都给老子让开！没长眼啊！县城百货大楼的刘经理过来了，都往后退退。刘经理，这小子摊位上的人太多了，要不要我把他们全赶走？干什么赶？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神仙果子，碰坏了一丁点皮，把你卖了都赔不起。都给我退后，别吓着这位小兄弟。小兄弟，这真的是大冬天种出来的西瓜，这香味儿，这卖相，绝了，简直是绝了！是真瓜是假瓜，刘经理自己长了眼睛。怎么，你也想买点尝尝鲜？元儿，这可是春风大酒楼采购经理，春风酒楼是咱县城最高档的地方，里面招待的可都是大领导和大老板，咱可惹不起呀！这位老哥说的对，我是春风大酒楼的采购部经理刘大富。小兄弟，明人不说暗话，你这西瓜对我们酒楼来说，可是能当做镇店之宝的极品压轴菜。剩下的这些野猪肉，还有这半个西瓜，老百姓买不起，我春风酒楼全包了。全包了。刘经理，我这野猪肉3块一斤，西瓜可是5块一斤，你包得圆吗？你太看不起我刘某人了。野猪鱼这瓜的价值算，这剩下的瓜我出10块钱一斤，我全要了。不过我有个条件，以后你要是还能弄到这么极品的野味和鲜瓜，必须得优先供给我们春风酒楼。只要货好，价格绝对少不了你的。怎么样？这刘大富确实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看中的不仅是这一次的买卖，更是想要垄断我手里的极品货源。但这正中我的下怀，我以后想要利用灵府空间大变现，确实需要一个能够吃下大批货物的稳定渠道。成交！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车上的肉和西瓜过秤，搬到咱们的车上去！一共2860块。小兄弟，合作愉快，记住了，以后有好东西千万来找老哥我。元儿，2000多块钱，就这么一早上，你赚了老陆家10年都赚不到的钱，我这不是在做梦吧？铁叔，这不是梦，这是咱们翻身的本钱。这种最精细的富强粉来100斤，东北大米来100斤，这纯正的大豆油给我来2桶大的。同志，给我切10斤上好的五花猪肉，对，就是那种肥膘多的。够了，元儿，这够你们娘仨吃大半年的了。小宁在护林棚里肯定冻坏了。元儿，你长大了，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了。天成要是泉下有知，不知道得高兴成什么样啊！走吧，铁叔，咱们回家。我妈和小宁估计都等急了。可恶，这小子是真发财了啊！你看那一车的白面和大米。别急，等他们走到前面那个拐角哑巴沟，那里两边都是死路，咱们再动手。记住了，带家伙，只要钱，谁敢反抗就绝不轻饶。二叔，陆剑银，野狗。二叔，大冷天的，跟着我们吃了一路的风，也该累了吧？既然想要钱，就大大方方的滚出来，躲在草茬子里装王八，算什么男人？妈的，你个小兔崽子属狗的，这都能听见？陆剑银，你疯了吗？你带人拦在这哑巴沟是想干什么？你这是要半路抢劫，这是要掉脑袋的死罪！铁山，你少他妈拿村支书的架子压我！今天早上建金哥上山摸了个空，我就知道这小畜生肯定进城卖野猪去了。我在镇口盯了你们1下午，那一车的米面粮油，少说也得花了几百块吧？陆远，
我不管你用什么野法子弄死了野猪，但那野猪是陆家公产，你卖野猪的钱一分不差的全得交给我这个长辈来保管。现在马上把兜里的钱全给我掏出来，还有这车上的东西全都给我留下，不然今天这哑巴沟就是你小子的埋骨地。长辈，保管？你抢我们家抚恤金和房子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长辈？陆建银想拿钱，就看你养的这2条狗牙够不够硬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动手！只要不打死，出了事老子担着。钱到手了，咱们平分。小子，要怪就怪你命不好，怀揣巨款还敢走夜路。女儿，当心啊！滚！这怎么可能？啊！我的手！你别过来，陆远，我可是你亲二叔，你打伤了他们，你也得坐牢。你把钱给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找你们麻烦了。二叔，你刚才说想要钱？这是陆家的钱，是老子的钱！找死！啊！我的手断了！陆建银，你给我竖起耳朵听清楚，我不杀你，是因为不想让我妈和小宁背上杀人犯家属的名声。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以后谁要是敢再碰我们娘仨一根手指头，下场就跟这根废铁一样。铁叔，天太冷了，你先拉着车回后山，我妈他们还在等米下锅呢。那他们没事，死不了。我把他们的刀子和铁棍扔到山沟里去，免得他们再祸害别人。我处理完马上就回。铁叔，你怎么站在外面？我妈和小宁呢？远儿，出大事了！刚才我推车回来的时候，遇到村里报信的柱子，他说你大伯今天在山里摸了空，跑去镇上没找到你们，回去就在你爷爷面前添油加醋的告了刁状。你爷爷陆满仓发了雷霆之怒，说你目无尊长，大逆不道，竟然敢带刀动手恐吓长辈。就在半个小时前，你爷爷敲响了陆家祖祠的铜笼，他召集了全族所有的坊长，强行把你妈韩飞宁从草棚里绑去了祠堂。他说，只要你今晚不带着卖猪的钱去祠堂请罪，就要用娘仨执行开恩惩罚，把你们彻底诛戮谢族谱，赶出这10里8乡。谁干的？远儿，你别管我们，快跑！他们要抢你的钱啊！陆远，你这个不孝子孙，见了族长和长辈还不给我跪下！跪？他不配！放肆！反了你了！你这生有反骨的小畜生！你爸刚走，你就敢目无尊长，拿刀劈你大伯！今天更是私自把属于陆家公产人的野猪拉到县城去卖了。我听说你不仅卖了野猪，还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能治病的鲜瓜，在城里卖出了天价。陆远，后山是陆家的地盘，哪里的一草一木都收给我做。还有，你现在立刻把卖肉和卖瓜的钱一分不少的交到祠堂来充公来，否则今天我就按家法严惩你，把你们娘仨彻底赶出陆家。你们想要钱？这里面是2800块钱，是我一拳一脚打死野猪进城换来的救命钱，但你们一分也别想拿到。大伯，你们的消息倒是灵通，不过你光知道我赚了钱，难道不知道你那个好弟弟陆建银去哪儿了吗？他下午说去镇上办点事儿，他是去办我了。半个小时前，陆建银带着镇上混混在哑巴沟堵我，想半路下黑手夺走我的巨款，半路夺财，这可是要命的重罪。我有没有血口喷人，你现在去哑巴沟看看就知道了。他这会儿估计正躺在雪地里，抱着我被我踩碎的手骨哭爹喊娘呢。小畜生，你竟敢对你亲二叔下毒手！陆家子弟听令，给我把这个六亲不认的土匪拿下，家法伺候！我看谁敢动！陆满仓，你真把这村子当成你大清朝的封建领地了？现在是90年代，是讲法律的新社会，霸占抚恤金，强占侄儿房产，现在还敢私自绑架下夫女儿，逼要钱财。陆建金更是持刀抢劫，你们这一桩桩一件件，随便拎出来一条，都够你们进去吃几年牢锅的。今天谁要是敢动物园一根汗毛，我平天一早也得把警察带到村里来，把你们这些目无法纪的混账东西全抓进去。你少拿警察吓唬我！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是他亲爷爷，我教训孙子天经地义。陆远，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你不交钱就立刻先给我出陆家的秘密，永远不准再踏进陆家祠堂半步，死后也不准进祖坟。好，这可是你说的。你要干什么？给我起！陆远，你疯了！那是祖宗的供桌，这种不辨是非、纵容畜生吸血的祖宗，不认也罢。从今天起，我陆远一家和你们这个冷血的宗族恩断义绝，再无瓜葛。以后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谁要是再敢来惹我，这张供桌就是他的下场。谁想顿顿吃肉，盖红砖大屋澡房，明天一早就来后山找我，我陆远带着你们一起发大财。铁叔，趁热吃。昨晚多亏了您给我撑腰，这碗面您必须吃。香，这细粮加上野猪肉，就是给个神仙也不换啊。远儿，昨晚在祠堂，你那一番狠话，算是彻底把陆满仓和陆建金给得罪死了。你走的时候对着村民喊的那一嗓子，说是要在后山建大棚种反季节蔬菜，还要带大家发财。你跟叔透个实底儿，你这到底是气话，还是真有这个打算？铁叔，我从来不说大话，我是认真的。我要在这后山建蔬菜大棚，就叫青木大棚。不仅要种，我还要种出全县乃至全市最好的极品蔬菜。胡闹！远儿啊，你都动力热火2000多块钱，可不能这么下去种菜啊！你要是真想建那种能过冬的玻璃温室，没个几万块钱根本下不来。谁说我要建玻璃温室了？我就用竹竿做骨架，蒙上厚塑料布，建简易大棚。塑料布大棚，那玩意儿晚上根本不保温，一阵寒流过来，菜苗一夜就得全冻死。铁叔，你忘了我昨天卖给城里大老板的鲜瓜了？实不相瞒，我爸生前在山里救过一个老道士，那鲜瓜就是老道士传给我的秘方，用我那秘方处理过的种子和水来浇灌，不管多冷的天，菜不仅冻不死，还能长得比夏天还旺盛。你说的都是真的，真能种出来？千真万确。不过我需要地。铁叔，这后山的荒地已经荒废几十年了，你是村支书，我想把这片地全承包下来，你看成吗？好，你小子既然敢干，叔就敢陪你疯一回。这后山虽然名义上是陆家宗族的，但法律上属于村集体财产。我今天就顶着陆满腹的压力，把这50亩荒地批给你。全村老少爷们注意了啊！经村委会决定，将后山50亩荒地以每年50块钱的价格承包给陆远同志，用来搞农业建设。合同已经签了，盖了村委的公章，以后后山那片地，任何人不得私自破坏。听说了没？陆远那小子要承包后山种反季节蔬菜，说是用竹竿和塑料纸建大棚。疯了吧？他以为他是农科院的专家呀？这大冬天的搞塑料棚，菜不冻死才怪！嗨，年轻人嘛，昨儿子去城里卖了个大野猪，赚了点横财，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呗。各位乡亲，我陆远说话算话，今天青木大棚正式动工，我要招20个壮劳力帮我平整土地搭棚子，不管男女，只要干活利索，1天2块钱现钱。远儿，不，远哥，我跟你干！只要你给钱，老头子我这把子力气全交给你了。好，愿意跟着我的，咱们现在就上山，以后有我一口肉吃，就绝少不了你们一口汤。远儿，棚子是搭起来了，可这棚子里的温度，白天有太阳还行，晚上怕是连0度都不到啊。放心吧，李叔，今晚把种子播下去，剩下的交给我。喝饱了灵泉水，明天就该让这帮没见过世面的人好好开开眼界了。建金哥，哎呦我的手！医生说我这手彻底废了，连筷子都拿不起来了。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要废了他，我要废了陆远这个小畜生！建银，你别嚎了，你以为我不恨他？老爷子这2天被他气得卧床不起，咱陆家的脸都让他给丢尽了。哼，这小子现在兜里有钱，还拉拢了铁山那个老东西，硬碰硬咱们占不到便宜。不过他不是把那2000多块钱全砸在那些破烂塑料棚上了吗？他不是吹牛逼要带全村致富吗？来子，这500块钱你拿着，
等他把种子都种下去，菜苗刚长出来的时候，你带几个外村的兄弟趁黑摸上山，给我把那几个塑料布全用刀划烂，再买点炼性回草药倒进他浇水的井里。我要让他一夜之间血本无归，我要让种出来的菜全枯死，我要让他种地倾家荡产，跪在祠堂门口求我。哼，想玩阴的，好啊，陆剑剑。等你们动手的时候，我保证会送给你们一份毕生难忘的大礼。神了，这他娘的真是活见鬼了啊！老李，大清早的你鬼叫个啥？我的娘嘞！这味儿，天哪，比夏天的头茶瓜还要鲜！远儿，你爸留下那老道士的秘方，简直是神仙手段啊！铁叔，我说过，只要跟着我干，绝对少不了大家的。这青木大棚里的菜不仅冻不死，长得快，而且吃了还能强身健体。大家伙别愣着了，赶紧麻利的开始采摘。今天城里的车可就要到了。哎，好嘞，大家伙听远哥的，赶紧干活！我的天，这大咖车怎么开到咱们这穷山沟里来了？那是春风大酒楼的标志吧？城里大老板的车啊！快看，副驾驶上坐着的不是前2天在集市上豪掷千金的刘经理吗？他来干啥？哎呀，陆远老弟，老哥我可是连夜带车赶过来的。你昨天让人托信说大棚里的菜熟了，我这心里跟猫抓一样，1秒钟都等不及了。快带老哥去瞧瞧你的极品冬菜。刘经理，货都在这儿了，你自己验验。好，绝品，老弟。你简直是活神仙啊！这样的冬菜要是送上咱县里领导的餐桌，老哥我今年能把百货大楼的生意都给盘下来。老弟，这一车连带着昨天的份额，一共1500斤黄瓜西红柿，我按2块1斤收，白菜1块，这是整整2500块钱，你先拿着，剩下的等老哥把车开回去再给你补齐。老李头，你们这几天在大棚里干活，远一天给你们发多少？1天2块，天天现结。而且远哥说了，等这批菜卖完，每人再给发10块钱的奖金。某些人啊，之前还骂远哥是疯子。现在怕是连疯子的脚趾头都够不着喽！啊，小宁，咱们手里的钱够了，下午我就去镇上请最好师傅的施工队，买最红的砖、最好的水泥。咱们要把后山这破烂护林棚拆了，就在这原址上盖一座全村最气派、全县头一范的3层大红砖洋房。好儿子，妈听你的。2000多块，3层洋房，小畜生，你凭什么？这本该都是老子的。等老子把雷捕那尊活阎王请来，告诉他你手里有日进斗金的鲜瓜秘方，我倒要看看你那2条胳膊能不能挡得住城里大混混的棍棒和短剑。我要让你怎么赚进来的，就怎么给我吐出来！回屋去找妈，我不叫你们别出来。就是他垄断了县城的高端之蔬菜生意，连春风酒楼的刘大富都得看他的脸色。你就是陆远，我叫雷暴。县城菜市后菜种的不错，刘大富从你这儿拉货赚了不少黑心钱啊。从今天起，你这后山所有的蔬菜和鲜瓜只能卖给我雷暴一个人，价格嘛，按照市场价的1成来算，这叫保护费，懂吗？签了字儿，你还能留口汤喝。要是不签，今天不仅你这20个塌棚保不住，你这双手我也得卸了带走。然后呢？年轻人，不要太狂。这县城地界上的生鲜买卖，我雷暴必须占大头。今天我亲自过来，是给你指一条明路。陆远，你别给脸不要脸！雷爷今天带了20多个兄弟，你就算再能打，还能一个打20个不成？雷暴是吧？你想卸我的手，就凭这几条拿烧火棍的杂鱼，谁敢动陆远？铁山，你疯了！这可是县城的雷爷，我不管他是哪里的阎王，到了陆家村就得盘着。元儿现在是我们全村人的恩人，是我们陆家村的财神爷，谁敢动他，就是砸我们全村人的饭碗。老子今天就算把这顶村支书的帽子不要了，砸咱们饭碗，咱们就用锄头砸碎他们的脑袋，跟他们拼了！好，很好，陆远，算你小子有种，有整个村的泥腿老子保你。不过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县城是我雷某人的地盘，咱们走着瞧。我看你这大棚的菜以后还能不能卖出1个叶子？大伯，这是最后一次作死，回去告诉雷宝，他要是再敢踏进我陆家村半步，我保证你们俩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滚！铁叔，各位乡亲，今天多谢大家了。元儿，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帮城里混账就是欺软怕硬，以后他们要是再敢来，咱们全村老少爷们绝不放过他们。这鬼天气怎么这么热呀？这都快秋收了，怎么一连2个月一滴雨都没下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我昨晚听市里的广播，说是西伯利亚冷空气和季风全部异常，咱们这片地界怕是要遭遇几1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了。老天爷呀，你这是不给活路，要把我们活活饿死啊！元儿，下半年的口粮全完了，不仅是咱们陆家村，整个相对的庄稼全死绝了。现在各家户连喝的水都快保不齐了，村里人现在天天晚上抱头痛哭，再这么下去，非得闹饥荒不可。铁叔，您先喝口水。远哥，你快瞧瞧这批新下来的水萝卜，还有这顶花带刺的大黄瓜。远哥，说出去别人肯定不信。村里的水井都打不出半桶泥水了，可咱们后山那口枯井水不仅没少，反倒天天能抽出清澈甘甜的井水。而且最邪门的是，那些菜苗就像是吃了仙丹一样，长得比谁家都快都茂盛。李叔，这事儿咱们自己知道就行，千万往外瞎传。老道士传给我的这秘方最忌讳招摇。凭什么？凭什么咱们家的地连草都长不出来？那小畜生在后山的大棚却天天大丰收，城里的大卡车天天来拉货，这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公平？这世上哪来的公平？老二，你还没看明白吗？咱们村自古以来都是共用一条水脉，凭什么他后山的井里有水，咱们村的井就干了？肯定是他陆远用了见不得光的妖法！各位老少爷们儿，大家听我一言，咱们陆家村几百年没遭过这么大的旱灾，为什么偏偏今年赶上了？大家再想想，为什么全村的庄稼都渴死了，就他陆远的后山大棚里水灵灵的，天天发大钱？我陆建金敢拿脑袋担保，绝对是陆远那个六亲不认的小畜生，为了自己发大财，偷偷在后山挖断了咱们陆家的风水祖脉。他一个人抢走了全村所有的水气和运势，这才把老天爷给惹怒了，降下天灾来惩罚咱们全村啊！我大哥说的对，大家伙都要饿死了，他却在后山天天吃肉盖羊棚，他这是踩着咱们全村人的骨血在发财呀！如果再不他把后山的水源交出来，把大棚拆了还全村风水，咱们今年全得死绝！老子家娃都饿得啃树皮了，他凭什么一个人独吞水脉？走，上后山，上后山，找陆远那个自私自利的畜生算账，让他把水交出来，把大棚拆了。元儿，大棚出事了！陆建金和陆建银那2个生儿子没屁眼的畜生，他们在村里造谣，说是你挖断了全村的水脉才导致大旱。现在他们煽动了上百号要饿疯了的村民，拿着家伙绳已经冲到半山腰了。砸了那塑料棚，把水脉挖出来，交出水脉，还我们活路！乡亲们别怕他，他陆远再能打，也就是一个人。咱们今天就是砸了他的大棚，找出被他藏起来的水脉，老天爷也会向着咱们的。谁敢动我大棚一下试试？陆远，你还敢逞凶？你为了自己发大财，挖断咱们村的风水水脉，惹得老天爷降下大旱。你今天要是不把水源交出来，平息天怒，全村老少爷们绝对饶不了你！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陆建金，你这张破嘴还真是能把死人说活。你说我挖断了陆山村的风水，导致大旱。那好，你给我解释解释，隔壁王家村、李家村甚至葛河县整个在闹旱灾，难道也是我陆远一个人把全省的风水都给挖断了？就算全省的大旱，那凭什么全村的井都干了，就这后山的大棚里能长出水灵灵的菜？你敢说你没霸占咱们村唯一的水源？大家伙都竖起耳朵听清楚，我陆远能在这大旱之年种出极品蔬菜，靠的不是什么歪门邪道，而是我爸生前留下的一门锁水保上的秘方。有水，真有水！老天爷赏饭吃，不信我后山都废弃了10几年，恰好涌出了活井里。好，我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看清楚了，这就是我浇地的水。甜，这水真甜，比以前清水河里的水还好喝。活水，真的是活水，咱们村有救了！乡亲们，既然这井里有水，那咱们就更有理由了。这枯井以前可是陆家祖产，这水就是全村的公有财产，大伙并肩子上，把井抢过来，把水全拿挑回去浇地。我看谁敢抢！这地是我花钱承包的，井也是我清理出来的，谁敢跨过这条红线一步，我手里的刀可不认人！各位乡亲父老，这大旱之年，大家都活得不容易，我不是铁石心肠的人，今天当着铁叔的面，我立个规矩，只要是心思正当，以前没有跟着大伯一家欺负过我们娘仨的，只要从今天起彻底和陆建金、陆建营这2只失血划清界限的村民，每家每户都可以带飞来我这后山水救庄稼做饭喝，免费挑水。远哥，你说的是真的？我陆远一口唾沫一颗印，咱们老支书作证，你们这群糊涂蛋被人当枪使了还不知道。
远儿这是在以德报怨，在救你们的命。谁要是再不知好歹，听信陆剑金那个王八蛋的挑唆，别怪我铁山翻脸不认人，直接把他赶出村子。你们这群白眼狼，你们敢砸我！大伯、二叔，全村人都可以来挑水，唯独你们陆家宗族的人，就算渴死也休想沾我后山一滴水。滚！大哥，村里那帮泥腿子全被陆远收买了，现在连小卖部的刘寡妇都不肯卖米给咱们。咱们地里的菜死绝了，再这么下去，不出半个月，咱们就得活活饿死、渴死。不让我们活，那大家就都别想活。活了，真的活了！这哪里是水啊？这分明是观音菩萨玉净瓶里的仙露啊！远哥没骗咱们，这水不但能救活庄稼，我那生病的小孙子喝了一碗，今天大清早就退烧了，活蹦乱跳的。陆远可是咱们全村的活菩萨，谁要是再敢说远哥半句坏话，老子第一个撕烂他的嘴！大哥，快点，趁那小畜生睡着了，全倒进去。陆远，你不是能收买人心吗？你不是要当全村的活佛菩萨吗？老子今天就把这水变成催命的毒汤，等明天大清早全村人喝了这水倒下一大片的时候，我看你这个活菩萨怎么向警察交代！我要让你挨枪子儿，让你全家死绝！大伯，这大半夜的到我这里给警神上供。对啊！你怎么没睡？大哥，被发现了，快跑！跑！你们今天要是能跑出这后山一步，我陆远的名字倒过来写。救命啊！没命了！给我滚回来！我的腿！大伯二叔，我本来以为你们只是贪财自私，所以我放了你们一条生路。可我万万没想到，你们的心竟然能黑到这种地步，往全村人的救命水里投毒。你们这是要谋杀全村上百口人命啊！是又怎么样？老子就是要毒死他们！谁让他们听你的话，孤立我们？陆远，我是你亲大伯，今天这事儿就算被你抓到了，也就是咱们自家的家务事儿。你能拿我怎么样？你敢打我，还是敢废了我？大伯，你到了现在还想拿这套封建宗族的规矩来压我？你以为我今天还会像以前那样，只是狠狠教训你们一顿就算了？我今天要把你们彻底送进地狱，让你们下半辈子在里面把牢底坐穿！出事了，后山出事了，是远哥的大棚，快抄家伙上山！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好，既然你要逼死我，那咱们就同归于尽，全村人都给老子陪葬吧！冥顽不灵，找死！大哥，我刚才说过了，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陆远，远儿，我错了，都是你大伯逼我干的，你放过我吧！放过你，去泥潭里跟阎王爷求情吧。远儿，出什么事了？这是怎么回事？陆剑金他们怎么半夜跑到后山来了？是砒霜，那是纯度最高的耗子药啊！这么大一包，能把一头大象都给毒死。远儿，他们难道是想……没错，大伯和二叔看大家都不搭理他们，心里捡上后山，他们紧把这半斤剧毒砒霜全部倒进咱们的救命水井里。要不是我平时警觉，听到动静出来制止，明天一早，只要大家喝了这井里的水，陆家村就要变成绝户村了。畜生！简直是畜生都不如！不要！救命啊！打！狠狠地教训他！住手！都给我住手！反了，全反了！你们这群刁民，剑金和剑银可陆家的长房和二房，你们这是想造反，想欺师灭种吗？还不快给我把人放开！陆远，
你这个不孝子孙，不过是一点家庭纠纷，你竟然煽动外人殴打你的亲大伯和亲二叔，要把他们往死里逼！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爷爷？还有没有陆家的列祖列宗？今陆家的到此为止。你赶紧让这些人散了，把毒药收起来。我做主，以后他们绝对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这事儿就在族内私了，谁也不准去报警，否则我拼着这把老骨头不要，也要把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小畜生告到县里去，说你殴打长辈。爷爷，你刚才说什么？私了？你是不是老糊涂了？还没看清现在的局势？元儿，再怎么说，剑金和剑银也是你亲大伯、亲二叔，打断骨头连着筋啊！今晚这事儿，就算他们一时糊涂，那也是咱老陆家的家务事，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今天要是把事情闹大，就是把陆家的名声往火坑里推。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你要是敢报警，我立刻把你从族谱上除名，让你死了也进不了祖坟。而且你殴打长辈，把大伯打成重伤，我明天就去县里告你忤逆不孝。家务事，陆满仓，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地上这半斤高浓度的危险粉末。今天他们要是把这东西倒进了井里，明天早上这井边倒下的就不是几只耗子，而是全村上百口乡亲，连襁褓里的娃儿都遭殃。你轻飘飘一句一时糊涂，内部私了，就想抹杀这上百条人命，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大清朝一手遮天的土皇帝了！你们这群刁民，要造反吗？满仓叔，你确实是老糊涂了，但我铁山没糊涂。这件事性质恶劣，是性质极其严重的投毒大案，是要严惩的重罪。我铁山身为陆家村的村支书，绝对不容许我的村子里有这种丧心病狂的凶徒。大壮、狗子，你们两个现在立刻去村委会，用大队部的公用电话给镇派出所挂电话，就说陆家村发生了性质极其恶劣的特大投毒案，有人往全村的救命水井里下砒霜，人赃并获，让镇上的严所长立刻带枪过来抓人。哎，我们这就去。铁山，你敢？你这是要毁了我们陆家呀！你看我敢不敢？我是村里的干部，不是你陆家的家臣。今晚天王老子也保他们兄弟俩。谁是陆远？谁投的毒？索林，3次破解洞。陆县是陆远，真后个老宽！爹，救我呀！我不想吃枪子儿啊，爹！不想吃枪子儿啊，爹！带走，全部带走，保护好现场和证物。远哥，远哥，今天有什么重活，您招呼一声，俺们绝对不含糊。远儿，现在全村上下提捏你，比提捏老祖宗还要恭敬。只要你从村头走一圈，谁家不赶紧把最好的干粮状端来孝敬你？大家伙现在心气儿高着呢，你看咱们之前商量的那件带全村发大财的事儿，是不是该正式落地了？铁叔，大旱虽是天灾，但对咱们来说也是百年难遇的商机。全县甚至全省现在都缺新鲜蔬菜，只要咱们的菜能种出来运出去，就是独一份的暴利。今天叫您来，就是为了正式成立青木致富合作社。好小子，叔就等你这句话了。乡亲们，大旱之年，光靠挑水抗洪只能保命，发不了财。我陆远说过，要带大家伙一起顿顿吃肉，盖红砖房。今天由我出资，铁叔主持，咱们陆家村青木致富合作社正式成立。远哥，啥叫合作社啊？俺们只懂种地，不懂做买卖啊！万一种出来卖不出去，烂在地里咋整？问得好，哥对上级人就是手上种凤汀的想法。第一，合作社所有的特种蔬菜种子以及锁水保罩的种植技术，全由我陆远费提供。第二，各家各户以自家的土地和劳力入股，严格按照我的标准建大棚种菜，由我统一。第三，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点，而且我按照高于市场价2成的价格，现款现接，算我陆远的，赚了！赔了，大家一起拿钱。远哥，这批特种小白菜和极品青椒，前天还只是刚出土的嫩芽，今天竟然已经长到1尺高了，这生长速度比抹了催熟剂还夸张，而且那叶子水灵的，我都想生啃2口。李叔，这就是咱们独家秘方的威力，告诉大家，
准备好箩筐，这几天随时准备大丰收。远哥，铁叔，不好了，出大事了！大壮，慢点说，天塌不下来，出什么事了？远哥，是城里那个开生鲜批发的黑瞎子雷暴，他带人把咱们出村的路给彻底封死了。大壮，你别急，慢慢说。雷暴带了多少人？全都是镇上和城里最狠的流氓地痞。他们开了几辆大卡叉车，横在路上，把出镇必经的那座无力牌石墙死死的手里圈着钢管，甚至还有几把令给他们带了话，说在这片地界上，没有他雷爷点头，陆家村村的一根菜叶子也休想运进城。谁要是敢硬闯他的关卡，不仅连车带货全给砸烂，还要把运货的人全部废掉四肢，扔进河里鱼。哟，陆远，真以为把这几车破菜种出来，就能顺顺当当的运进城里换钱了？老子早打过招呼，这清流县的生鲜市场是我雷暴的盘子，你想过去？行啊，这4车货交5万块钱的过路费，老子就当没看见。5万块？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啊？雷暴，你要是现在把路让开，我当今天没见过你。我要是1分钱都不交呢？不交？敬酒不吃吃罚酒，兄弟们，给老子砸！把这菜全给我圈进旁边的水沟里，一根烂叶子也别给他们留！住手！你们这群畜生啊！远哥为了咱们吃上饭，连种子和技术都白给咱们。这帮狗娘养的城里混混，他们这是要断了咱们全村的活路啊！乡亲们，以前咱们穷，被人欺负连个声都不敢出，可现在远儿把发财的路铺到了咱们脚下，你们还能眼睁睁看着这帮混混砸了咱们的饭碗吗？不能！谁砸咱们的饭碗，老子就砸烂他武器，跟他们拼了！保护远哥的菜，保护合作社！擒贼先擒王，给我先把那个带头的老东西废了！找死！老不死的东西，敢挡老子的财路，给老子死！陆远，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这么快？拿公权力压不住我，现在开始玩阴的了。雷暴，既然你这么喜欢用铁棍砸人，那今天我就让你用身体好好尝尝这铁棍的滋味。雷爷，点子扎手，一起上，放倒他！哼，土鸡瓦狗也敢捕龙！我的娘嘞！远哥这是仙人下凡了吧？陆远兄弟，我瞎了狗眼，我该死！求求你别打了，再打我就要出人命了呀！雷暴，你刚才不是说这清流县的生鲜市场是你的盘子吗？不是要收我5万块钱的过路费吗？不是，我的盘子就是个屁！陆爷，从今天起，这清流县的道上，只要是您陆家村青木合作社的车，我雷暴和手底下的兄弟绕着走。不，只要您的车进城，我亲自带队在前面给您开道。谁敢动您的菜，我雷暴第一个跟他们拼命！求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记住你今天说的话，要是再让我看见你断陆家村的活路，下次断的就不是这根铁棍，而是你的脖子。滚！是，多谢陆爷。乡亲们，路开了，铁叔，别耽误了时间，让司机师傅把油门踩到底，咱们进城卖菜发大财！进城发大财，远哥威武！远哥，
不，陆爷，以前是俺们迷了心窍，竟然不知道您是天上的神仙下凡啊！从今天起，俺老李家的命就是您的，您让俺往东，俺绝不往西。谁要是敢对您有一丝不敬，俺老李全家跟他没完！斗鱼市场3倍，有多少要多少！大家都静一静，听我念名字上来领钱。第一个李大头，大棚2亩，按照远儿定下的规矩，扣除种子和发雷成本，年底纯分红1万2万元整，上台领钱。远儿，妈这辈子做梦都没想到，老了还能住上这样的神仙洞府，顿顿有肉吃，出门还能坐上大汽车。妈，这只是个开始，以后不仅我们要住最好的，我还要让咱们陆家村建起全县最好的学校和医院，让那些曾经欺负过我们的人，世世代代都只能仰望我们。远儿，现在村里的小伙子娶媳妇儿，城里的姑娘都排着队想嫁进来。只要你一句话，咱们陆家村几百号劳动力上刀山下火海眨都不眨一下眼。你就是咱们村的活神仙。水，给我水。催！水，给我水。催个屁呀！老不死的东西！要不是你当年猪油蒙了心，非要把二房赶尽杀绝，咱们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老天爷呀！我悔呀！祝陆远的小畜生落魄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去踩一脚？要是当年我们对他好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现在坐在那大汽车里数钱的，住大别墅的，就是我们了！作孽呀！蔬菜走的是量，是带领全村致富的基石。而这鲜果，才是我真正打开省城顶级权贵圈子的敲门砖。天哪，这是什么果子？啊！我只是闻了一口果香，常年折磨我的风湿骨痛，竟然奇迹般的减轻了。那果皮简直像翡翠一样晶莹讨腹。刘老板，这果子我出10万，给我留1颗。我那生重病的老父亲正需要这种救命仙药，我出20万、50万，谁也别跟我抢，100万天价成交。在这个权势交织的网里，只要我不犯大错，我陆远就是真正的手眼通天。铁叔，乡亲们，咱们村这破头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腿泥。今天我陆远个人出资300万，不仅要把从咱们村到镇上的10里山路全部修成能跑大卡车的宽阔柏油路，而且我还要在村头建一所全镇最好的青木希望小学和一家现代化的小型医院。以后咱们村的娃上学不用再翻山越岭，老人生病了也不用再怕耽误时间。活神仙，远哥真的是活菩萨转世啊！修路建学校，这可是造福子孙后代、名垂青史的大功德啊！远哥，俺们全村给您立长生牌位，世代代保佑您啊！区一个泥腿子，竟然能培育出这种逆天改命的鲜果，这配方要是掌握在咱们龙腾集团手里，不仅能垄断全国的农业市场，甚至能出口国外，成为世界首富。耗子，你带上咱们集团最顶尖的商业间谍团队，带上进口的探测仪器，今晚连夜潜入陆家村的后山大棚，不管用什么手段，阿土抽水偷苗，必须把那个姓陆的核心培育技术和给我偷出来。只要配方到手，那个泥腿子就没有利用价值了，顺手处理他。明白，老板。这就是那价值100万的鲜果园，快！1号去提取土壤和细下水样本，2号去捡几根带芽的果树枝条，3号把微型土壤分析器打开，给我把周围一寸一寸的搜，我就不信找不出他加在土里的核心配方。耗子哥，这土里的微量元素含量高的吓人，根本不是地球上该有的东西。只要拿回省城，化验出成分比例，咱们就发财了。干得好，动作快点，5分钟后撤退。想偷我的配方，你们是嫌自己命太长，还是觉得我陆家的祖坟里缺几具用来上供的颜料？谁？滚出来！在我的地界上，连一只蚂蚁的呼吸都逃不过我的耳朵。
你们口中那不是地球该有的东西，确实不是你们这群阳间饿死鬼配染指的。说吧，谁派你们来的？妈的，是个扎手的点子，一块上，解决他！不自量力，动若宠辱分离。饶命！陆爷饶命！我全说是省城龙腾农业集团的老板龙震天，是他看中了您的青木鲜果配方，让我们连夜潜入进来偷取土壤和水样。他还说只要拿到了核心技术，就让我们顺手把您彻底清除，永绝后患啊！龙腾农业集团，龙震天。小陆啊，这么早给老头子打电话，是不是又有新培育的鲜果出炉了？老头子，我现在可是顿顿离不开你的果子啊！顾老，鲜果倒是有，不过以后恐怕很难再给您供应了。昨晚，省城龙腾集团的龙震天派了5个带毒刀的雇佣兵潜入我的果园，不仅要偷走我续命鲜果的培育配方，还要执行物理清除，让我彻底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混账！反了他了！龙震天算个什么东西？一个靠强买起家的资本家，竟然敢动到我顾家救命恩人的头上！他这是要断了我老头的续命药！小陆，你把证据准备好，老头子，我今天不把这棵省城的毒瘤连根拔起，我就不姓顾！龙洞路远就是断我们的长生路，龙震天这是找死！陆先生放心，这件事我们管定了。龙震天，你涉嫌恶性犯罪，窃取商业机密、强迫交易以及多项跨国违规走私，使用违禁高毒农药，这是省最高检亲自批发的逮捕令，带走。你们搞错了吧？我认识省里的李厅长，我给市里纳税过亿，你们凭什么抓我？我要打电话。李厅长，他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龙震天，你千不该万不该不去招惹清流县的那位陆先生，不怕告诉你，要击垮你的不是我们，而是站在整个省最顶点的那半边天。元儿，不，陆总，省城那边传来消息，那个龙震天被判了无金，资产全被查封了。现在咱们村口天天停满了全国各地开来的豪车，全是身价几十亿的大老板，规规矩矩的排队，就为了求见您一面，求咱们赏他们一口果子卖。陆总，您看镇上南区那片新规划的商业开发区，只要您点个头，青木集团的资金一步注，我们立刻给您全县最高级别的免税政策。这可是关乎全镇未来10年经济走向的大事，全县班子都在等您一句话定乾坤啊！南区那块地生态破坏太严重，青木集团可以投5个亿建生态恢复园，但商业咖就算了，我不喜欢把村子周围搞得乌烟瘴气。马镇长，回去重新做份报告吧。是，陆总高见，我们回去马上改，绝不破坏您这边的风水。铁叔，您这是干什么？折煞我了。远儿，不，陆大老板，今天叔退休了，村里交给了大壮他们这帮年轻人，我彻底放心了。临走前，叔必须得好好谢谢你。5年了，要不是当年你冒着大旱的绝境挺身而出，把那口救命的井水无偿分给大家，要不是你带着乡亲们打退了恶霸，承包了荒山，咱们陆家村几百口人早就在那场天灾里饿死渴死了。你不仅救了全村的命，还让家家户户住上了别墅，开上了小车。现在咱们陆家村的人走出去，县长都得给几分薄面。远儿，你是咱们全村世世代代的大恩人，是咱们村活生生的神仙啊！铁叔，当年我陆远家徒四柄，受尽欺辱的时候，只有您肯站出来为我们娘俩说句公道话，这都是因果。您安心退休养老，青木医院有最好的专家，我保证您长命100岁，好好看着咱们村未来的繁华。能接受有的往事，看2年。鬼啊！阎王爷来索命了！别杀我，陆远大侄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抢你的水了。毒药是大哥下的，不关我的事儿啊！我错了，求求你别把我扔进地坛里，别打断我的手！因果轮回，报应不爽。当年那些耀武扬威的极品反派，如今在我万丈光芒下已卑微到尘埃里，连让我正眼瞧一次的资格都没有。远哥，出大事了！顾老刚才在省城突发绝症，连您的鲜果压不住了。上面派了直升机10分钟后降落在咱们村的停机坪，指名道姓求您亲自去省城见最后一面。哥，你快下来啊！录取通知书到了。多大的姑娘了，还这么毛毛躁躁的？让我看看，是哪家大学的？远儿，你妹妹考上了，真是祖宗保佑！咱们陆家不仅出了你这么个名震全国的大企业家，
现在小宁也成了咱们县唯一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了。哥，顾爷爷今天早上天没亮就亲自把电话打到村委会了，说要在省城给我摆3天满汉全席庆祝呢。他还说，要不是你当年妙手回春，把他从鬼门关前硬生生拽回来，他这把老骨头哪能看到我金榜题名的这一天啊？顾老那身体，再活个30年都没问题。既然考上了，想要什么奖励？哥把省城那家新开的5级酒店买下来送给你当毕业礼物，怎么样？哎呀，哥，你现在怎么动不动就买这买那的？真是个大暴发户。 15年前，谁能想到，这片连杂草都不生的荒山，如今会变成这个样子？我陆远的一生，从那口枯井开始改变。我曾借一口枯井逆天改命，清算极品，横推恶霸，富甲天下，踏碎了这世间一切敢于阻挡我的巍峨巨头。凡尘已无敌，仙路方破晓。属于我陆远至高传奇，才刚刚拉开序幕。